同学们好，欢迎学习碧蓝牡丹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将学习包菜式花头的画法，就是这幅图中右边的这个花头挺圆的，这个就是包菜式的啊。我们开始画，是一个粉色的包菜式花头的画法。第一笔画定位花瓣，接着画出花头两边的侧瓣啊，从左往右推一笔，可以再补充一下。大小不够可以再继续补充，从左往右推，再加几个碎笔，组成一个弧形的花瓣。从左往右推，切出第二层花瓣。推笔，从左往右推，一边推一边拖出来啊。颜料不足的时候，先调白粉，然后调玫瑰红，调一点点紫。笔尖再调一点点的这个牡丹红，让它颜色深一点啊。我们继续接着这个花瓣呢，往右运笔啊。一般左边的花瓣往右边画，右边的花瓣往左边画，包成一个包菜藤儿啊，包一个圆吧。我们这一笔呢，可以加大一点，往外扩一点，这个包菜就要大一点啊。接着还是要颜色加深一点，画第三层花瓣啊。要注意把第二层花瓣的这个外瓣切出一些锯齿啊，沿着贴着外瓣。再画后面的啊，后面这一瓣有点挡住看不见了啊，就是笔尖朝外向内运笔啊。紧接着画出它的这个正瓣啊，这笔属于正瓣，颜色稍微深一点啊。一般正瓣笔尖会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再调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这个还不是最深的地方，只有最深的地方我们再调胭脂啊。像这些地方呢还不足以调胭脂，我们最深的地方还是调一点这个牡丹红就够了啊。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花头的层次哈。如果说在一开始这个深的颜色用的多，它会给人感觉就是死板啊，所以我们只能让颜色过渡过去，融合一下啊。就在暗的地方我们会加一点这个胭脂啊，这样就包起来了。这一笔呢就把这个花头包起来了。花头包的时候呢，可以用反瓣，有时候也可以用正瓣来包啊，都可以啊。如果说我们这个包就包菜式的，包的特别紧，所以我们这个呢花瓣都是从外往内扣的啊，内扣式的。这个时候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碗，就是包起来了啊，就是花心空白的地方，这就是这个碗开的口。一般要画的时候有一点想象能力，把它想象成一个物体，画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。我们很多新的朋友啊，就是尤其是画的时候他不知道花瓣往哪里走，其实你只要想象一下，把它想象成一个圆，画的时候呢就会简单很多啊。那么画这种花瓣，如果想让它内扣式的，那么花瓣稍微弧度要大一点，内扣式的这个弧度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一笔呢就是个正瓣啊，正瓣可以画大一点，因为也是要前面这种正瓣啊，它是往下走的，那么这一笔就起到过渡作用啊。一般这个叫腰线的花瓣。接着继续画这个反瓣啊，这也是一笔反瓣立起来的，我们要在它的另一边画正瓣啊。那么这个呢就是一正一反的方式来画这个花瓣啊。别的地方笔尖要尽量尖一点啊，多调一点这个牡丹红。在深的地方深不下去的时候，笔尖稍稍的调一点胭脂色就可以啊。慢一点，对细节的地方
仔细一些，一层一层的切啊。那么这一半呢，画的就是一正一反啊。这个深的呢是正半啊，正反半叠加。颜色不足的时候要及时补充颜色啊。调一点这个玫瑰红、牡丹红。我们一般就在第一笔的时候会多调一点这个三青，然后呢后面就不需要再调了。因为调完三青色，我们这个花瓣画出来这种感觉显得有一点透明，又有点紫，有点梦幻啊。一般挺喜欢画这个颜色的。如果大家喜欢，在下面呢多尝试一下啊。其实很多颜色都可以搭配着画的，并不是只有这种颜色。三青可以搭配很多颜色，因为三青这个颜色本身就比较浅，所以它加到白粉里面呢也不容易显现出来。所以一般用比较浅的颜色去搭配深的颜色，来画出各种不同颜色的花瓣。这些空白的地方呢，我们要补一下啊，补一下。有的是这些空白的地方其实就是正瓣啊，笔尖我们稍微调一点点胭脂，不然切的时候呢种不下去啊。边缘线还是要仔细的勾一下。这些细节地方再调整一下，仔细看一下哪一些需要再调整。这些都是细节问题啊。画很大程度上画的好不好看呢，也有很多地方是取决于细节啊。细节处理的好，这个花头呢就比较有韵味啊，就会更漂亮一些。就是在细小的这种细节中体现出这个绘画的水平吧。我们这朵花也是小写意的画法。小写意就是要画的比较细腻一点，精致一点啊。我们这属于精品，真的属于精品牡丹啊，不是画的这比较粗糙的，而是注重细节。就每一朵细节处理好了，这朵花呢才会更漂亮更耐看一些。继续补充颜色啊，笔尖可以调三青蒙紫啊，水分不够可以调一点白粉，笔肚子蹭一点就可以啊，蹭一点白粉就可以。这个笔尖可以重一点啊，笔尖可以调一点胭脂，因为这个大瓣它吸收的颜色比较多，它要切出这种细节的地方，切出明暗线嘛。明暗线记住这个地方是用面来代替的啊，虽然这个地方有一点线，但是它是一个面扫过去的。我们经常有的同学在这个地方扣的太死了啊，扣的太死就是颜色突然太重了，变成一条线了。你看我这个地方也有一条线，但是不过它颜色稍浅一点，跟这个红色过渡的还是蛮好的。经常我们有一些学员就是这个地方会画成一条线，不但颜色深，而且很粗的，画细一点啊，细一点比较好看。那么外面的这个大瓣可以勾出它的纹理啊，扫几笔就可以了啊。根据这个花型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花瓣外面的这种大花瓣是要多大呢？形态是怎么样的呢？可以先用手啊，在纸上画个印儿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
颜色给它填上就可以，也不是说填上，直接画上就可以啊。每一笔都是有用的。那么这一块画这个地方，大家要想到什么？这个地方是弧形的，对吧？上面是相当于一个盘子的地方啊。花心这个地方包起来这一部分呢，相当于一个碗，那么下面盛开的相当于一个盘子啊。这个我们课程里前面会讲到的啊。那这个呢是我应该属于花瓣讲解之后画了一朵啊，但是录课的时候我先把它上去，因为我手机内存满了，先要把它上去，然后再调整自学。在画后面呢，还是要小瓣多一点啊，碎瓣多一点，后面颜色可以虚一点啊，也可以画的模糊一点，一定要记住近大远小啊。你看我们这朵花前面的都是大瓣，后面小瓣碎瓣，然后笔尖呢再调一点牡丹红啊，切出这种花心。切花心的时候也要把周围的花瓣切出一个造型来啊，哪个花瓣是正的，哪个花瓣是反的，要画清楚。这就是金瓶牡丹的画法。笔尖是要加一点深的颜色，如果笔尖颜色不够深，就切不出花心来啊。花心边缘的地方啊，稍微调整一下啊，颜色加重一点调就可以。然后留白的地方呢，我们就要用胭脂直接平涂一下都可以的啊。通常我们就是如果颜色不够深，通常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墨啊，加一点墨，让花心白色这个地方呢深深的颜色深一点，颜色深一点画花蕊的时候会衬托花蕊很亮啊。慢一点，这个地方水分要干，花心画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啊。后面的这个图呢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如果有时间有能力，你可以把这个花头补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啊。这个是4尺3开的，你也可以用一张4尺3开的画，或者是4尺4开的画都可以，把这个纸横过来啊。有不懂的问题可以问我啊。那感谢同学们的观看，我们下节课再见啊。